大家好，我是大一。经过了最近2个多月的游玩曹操传后，来跟大家分享以及介绍这个新版的曹操传，对比原版它多了哪些的东西，以及好玩的地方。首先，原版曹操传中有趣又最麻烦的地方在于，你可以将自己喜欢的人物升级，把他们的武为提升，也就是分别对应的武力、智力、统帅、敏捷跟运气。我们就需要把你身上穿的商店或装备，在战斗中练到3级满等后，卖给商店，就会获得对应的果子。那我们这里统一称为炼果。再给你的人物吃下，就能提升他们能力的档次。还要考虑到人物的登场等级以及部队的总和等级，让新加入的武将都保持在3等，所以就会有压制整体武将等级，让特定的武将去打敌人，顺便练武器防具的经验来获得炼果的游玩方式。但是在新版中有推出了一个功勋模式，根据每场战役结束后剩余的回合以及杀敌的数量来获得功勋点数，直接点击人物的头像，然后勾选你想要的设定。人物回合移动时，攻击、防御、释放法术、备放状态有对应的动作，就会获得能力的增加，还不用浪费回合数去吃果子，非常的方便。当然你还是可以玩炼果模式，作者一样有保留这个有趣的玩法，就看你喜欢玩哪一种。第二个兵种，以前曹洪、李典、乐进加上庞德4个人都是同一个兵种重步兵，除了庞德之外，其他3个人的素质都非常烂，除了前期没有武将用之外，加上后期强制上场的关卡，我根本不会让他们出场跟练等级。但是在这一版中，作者很用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将每个武将都变成单一的特殊兵种，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特性，甚至有的还有2种兵种可以选择。随着武将阶级的提升，还新增了兵种的天赋，让整体游戏性又大大的提升。而且最可怕的是，不止我军提升，敌军也同等受益，让这一版的游玩性非常之高。3. 宝物。说到曹操传，肯定绕不开这些可以给武将们拿的神兵利器，有吕布的方天画戟，能够抵挡远距离的近铠，还有可以一直吃补品的无赖豆袋。这些耳熟能详的道具宝物，在原版的50个宝物数量基础上，作者还新增到了目前总共有109个宝物，非常的多，让你的武将们能够有着更多不同的搭配。而且某些部分装备它还有设置成套装效果，例如白羽扇加鹤氅会有减轻物理伤害 20%， 单一件装备就很强，如果穿起来又有额外的增加效果，让人物的能力能够更加提升。还将某些旧版的宝物做了功能的调整或者提升，让整体更加的平衡以及多变化。这么多的宝物就交给大家自己来探索搭配啦。4. 自动升级。曹操传以前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出场的武将跟躲在后面的法术部队，他们的人物等级跟装备等级都会跟领先部队差非常的多。像是测试部队，你不可能把它推到前面去站在敌人脸上，导致他们的防御可能永远都只有1等的尴尬情况。然后你的人物都20-30等了，前面一到没有机会出场的李典、乐进、曹洪3人组，等级可能都还在3等至5等徘徊，这样落差非常大的情况下，还要坚守某些关卡，也完全挡不住敌人的伤害，导致陷入困局。而在这一版当中呢，在开场游戏设定时，一样可以做选择，你可以选择板凳自动升级和装备自动升级，人物会随着整体的队伍等级而提升，最后面的武将都会保持在一个平均值。像我这边最低的就是86的征服，然后其他都在88等左右，最强的司马懿在94等，所以差距不会太大，它会自动帮你都拉到一个平均值。而装备的话呢，在进入某些关卡之后，它战场就会自动帮你的装备升级，包含宝物类型的装备。第5个攻略。由于新增了非常多的东西，以及该如何收集宝物，大家以前总想着要去翻攻略来看如何获得。作者这一次呢，在游戏的上方界面中有一个叫历史情报的页面，点开了之后，里面就有所有的情报加攻略。例如人物分别为70、90跟99，会提升不同的档位，然后以及人物可以获得什么技能跟能力，像这里是曹操的，再往下就是夏侯惇，这样拉开到下面都会有非常多
还有庞德、关羽。显示红色这边会显示当关的攻略情报，像我这一关是张绣讨伐战，就是要救典韦，它都会显示谁跟谁有单挑，或者是谁跟谁有对话，以及宝物的拿法，在这边全都有，或者是要击杀敌人，还是保护谁不死，或者是到达某个区域，亦或者是歼灭全军，在这里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所以你不用另外的去找资料跟攻略，因为你也可能找不到这么齐全的，这个都是作者自己写的，所以你就不用另外的去找攻略。像本关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典韦被击败就会死亡，永久离队，所以我们这一关的核心重点就是你要决定要不要救典韦。玩过曹操传的都知道，这是一款多结局的游戏，还有分为黄色的历史线、红色的奸雄统一线，以及最让人意外的蓝色幻想线。而在新改曹操传中，作者保留了原作的战役之外，还新增了非常多有趣的关卡，来让大家游玩跟挑战。除了曹操传之外，在开场还提供了3种额外的关卡来让大家选择。1的话是赵云歪传，2的话是梦幻关卡，3是外传关卡。赵云歪传的话，主角当然是赵云，但是它的故事内容跟梦幻关卡会有点相呼应，所以以我游玩的经验，这2个都是属于幻想系列的，要不要玩就看个人喜好。但是如果玩了梦幻关卡，会解锁很多的人物特技跟能力，还有道具的获得，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挑战尝试看看。然后外传关卡，我个人是蛮建议玩的，你会从不同的武将视角去面对一场场的历史战役，例如孙坚缺粮草时的突围战，关羽败走麦城的生死战，还有吕布在白门楼的血战，这些都是原作中没有的，所以我个人非常推荐可以尝试玩外传关卡。那玩这些关卡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你在关卡获得的这些道具都可以再回到正传中使用，也就是在第1关多人战场的泗水关，你就可以让曹操、夏侯惇等武将拿着厉害的宝物做使用，当然整体游戏难度就会下降一点点，不过你也可以宝物都不用都没有问题，这些都是你自己可以做选择的。如果你想要体验全部的关卡的话，我的建议是先玩正传红线或黄线，然后救吕布。对，你没有看错，这一版的吕布可以救活，归为曹操部下，但作者不太喜欢吕布，我就说到这里，剩下大家自己体会。然后玩赵云歪传，再来梦幻关卡，再来是外传，之后再回到玩正传的幻想蓝线，这个也是作者建议的游玩路线。当然你有自己的选择，还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时间考量，所以这边只是建议。第7，等级上限和难度。我们在前面提到有新增了很多关卡，而且关卡中作者也新增了不少的敌人，让整体难度又提升，而且你还可以在开场时设置敌人的难度，有80至 140%， 总共7个档位，不管你是要体验剧情还是自我挑战，都随便你能够自己选择。而且随着关卡数跟敌军的数量提升，原版人物上限只有50等，就会有点不够看了，所以这一版就会把人物的上限等级提高到100等，所以难度就变得更高了，不能一下打死敌人，就需要更多的思考该如何排兵布阵。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游玩新改曹操传的心得啦。总体来说我玩得很开心，可以回忆童年小时候的游戏，又有在玩新游戏的感觉。在这边要再一次感谢作者 Jimmy， 他本人在这一款游戏上努力用爱发电10多年了，而且直到我现在做影片分享的今天2026年的6月，他都还有在更新，而且也会来看我的直播，观看我的游玩情况，看看哪里有需要补充跟改进，真的很有心又努力，很感谢他让我们有游戏玩。然后我来分享一下他的 YT 页面资讯，连结放在说明栏。如果你有在玩这款曹操传，或者是有想要了解的资讯，也可以来这边观看，他也都会上传一些游戏的片段。也感谢这一阵子有来看我的直播陪我一起玩游戏的各位，有你们陪我一起玩游戏，让我增加了很多趣味。我们一起讨论关卡该怎么过，人物站位要怎么样比较好，然后如何才不会死，非常的有趣。再一次感谢各位，那我们就下支影片或者是直播见啦，大家拜拜。